各位大家好，我们这堂课开始要进入到角色的设计的部分。我们要首先来学习发型一系列的头发相关的课程，那再来是衣服，有关于衣服跟皱褶跟人体的基本画法。那这一个系列课会带你认识整个角色除了人体以外，接下来需要的部分。在动漫当中呢，角色设计其实可能比角色本身更为重要，也说不一定。很多时候呢，那个发型、那个衣服只要画出来了，大部分的人看就会知道是哪一个角色。所以，好的发型设计、好的服装设计会协助你在动画当中更容易让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我们就来学习基本的动画头发该怎么画，还有基本的动漫衣服该怎么处理。那我们就从头发开始吧。我们在画头发的时候呢，动漫的发型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基本上跟眼睛是差不多的特色，就是动漫的世界特有的一种存在。在绘制动漫发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基本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正面区块的正面这个地方，我另外开个图层，大家可能会比较看得清楚。第一个是这一块，这里。那这一块呢，基本上我们会称之为刘海，或者是在日文当中的前发 maegami。那刘海这一块呢，在动漫当中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脸给人的印象。不同的刘海会产生出不同的性格跟不同的角色的感觉。我们留到接下来的会有一堂专门的课提到这个东西，所以先记得头发会有刘海。有了刘海之后呢，我们会有侧发。侧发呢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但在动漫当中非常的重要。它比起前面的头发，它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修整脸型。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发型可能会故意有一些公主切啊，或者是一些这边比较长的鬓角啊。那为什么需要留那个东西？还有这两片侧发鬓角，对，男生叫鬓角，女生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名词这样子。这两片东西，它在发型上面，我们该怎么控制刘海的宽度跟这两片的比例？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你脸型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动漫角色的脸，除了我们前面学到的基本的头型、脸型的画法，实际上大部分，尤其是女孩子的角色，因为她头发比较长的关系呢，她的脸型其实是由发型所创造出来的，包含了刘海跟两片侧发之间的关系。那侧发跟刘海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是，这边特别提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呢，是侧发盖在刘海上面的，这是近几年比较常见也比较流行的处理方式。但在以前的动漫呢，其实有另外一种方法是刘海压在侧发上面的，像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老动漫或者一些像这样的发型，然后这边可能会很突出去这样之类的。老动漫比较特有的刘海是蓬起来的，然后鬓角是压在底下的。那这个跟年代感比较有关，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你喜欢的动漫，它这个地方怎么处理的。每一个角色设计师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当中我还蛮喜欢的例子是偶像学园艾卡兹，偶像学园的本家跟 Stars 的处理方法就完全不一样。本家的那时候的 Sunrise 的发型都是扎在前面，然后鬓角是两小片在底下。那进入到 Stars 之后呢，他就把它改良成了一个鬓角在上面，然后头发盖在底下的比较近代的画风。你可以明显看得出，就是以前的动漫的风格，90年代跟00后的近代动画风格，在这一块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在绘制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前发跟侧发的位置呢，是有可能随着年代不同而有所改变的。而最后就是后发，它从这一块到这一块，包含这一块的整个地方。那后发是一个非常大的面积，它主要的功能就不是处理脸型，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处理你的角色的剪影。那这个后发呢，会强烈的影响到你整个角色给人的印象，不是脸部的印象、长相印象，是这个角色本身的剪影印象。好的后发呢，会强烈的建构出一个，比如说，我想一下比如说有些动漫角色在后面这个地方可能会绑双马尾，那也是后发的一部分。那我们从剪影中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巨大的形状会非常的明显。那如果后发上有马尾，或者后发上有一些外翘，以及后发上有一些奇怪的呆毛设计，都会比较强烈的让我们记得这个角色。所以后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构角色的剪影。我们先复习一下，前发跟侧发呢是为了建构好看的脸型。
那后发呢是用来建构好看的剪影。只要记得这两个法则，基本上在画动漫角色的头发的时候，完成度就会比较高一些些。那我们实际上来画画看吧。那我们一样的，先简单的绘制一个动漫角色的头部。那依照我们前面几堂课所学的，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方式去建构一个简单的头部的草稿。这就是前面第2章的时候提到的部分，我们这边就快速带过了。有了简单的头部草稿之后，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凹槽、脸颊、下巴、耳朵的方式去把剩下来的部分加上去。那最后再沿着后脑勺、头顶、额头的这样的概念去把我们的头型建构起来。OK 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补上简单的眼睛啊、鼻子啊、嘴巴之类的。那我这边稍微画的比较没有那么的萌系哦，稍微把感觉调到比较正常一点点。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画发型的时候有比较多选择的空间。稍微修正一下整体脸型的状况哦。OK， 那头的部分先大概这样子就好，因为我们今天这堂课主要是要来讲发型的部分。有了基本的头部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研究一下发型的主要的处理方式。首先呢，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先，我个人会把刘海跟侧面这一片一起去做思考。那在绘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想的是刘海的处理的方式。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我会先把它当做一个这样子的，跟这样子的。那我们讲过，在画画的时候，东西是重叠，重叠就会有立体感。所以这里的话，这片是刘海，那侧面的头发是压在我们脸的下面，它叠法比较复杂一点点。刘海压着我们的脸，脸压着我们的后面的侧面头发。那起刘海到这里，然后这一片再压在上面的一片一片堆叠，这样的45度角才会比较容易出现立体感。而最后呢，我们在画上后面的头发的时候，我们比较需要的记得的是，它需要比头型再大一点点。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头发还是有厚度的，它会蓬蓬的，所以基本上来说要画的比头大一些些。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动漫美少女最基本的发片。我先把3个区块的总长度先控制好。那什么叫总长度呢？实际上面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去调整这些东西的长度，比如说我希望这片长一点，或者我希望后面短一点点。那在处理的时候，我们都先把它画下来，底下切平就可以了。那在绘制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侧边这2片需要往中间弯弯的。你要往外弯也可以啦，但个人建议就是弯弯的。那往外弯的话，角色感觉不太一样。大部分美少女应该都是往内弯比较多。那刘海这一片的话，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半圆形就可以了。后脑勺也是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就可以了。OK 了之后呢，这是一个我们绘制头发时候的基本思考，就是我们先把它的3大块分出来，有点像是理发师肩不小心剪坏，然后刷，然后变整个是平的一个尴尬的状况。OK 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调整发型的部分。头发有分成头发有一些分法，应该这样讲。那在分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片去做拨，拨开来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洞洞。所以呢，我们在绘制发型的时候，我们讲过，前面这几片是用来控制脸型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塑造一个简单的头发给人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追加一个洞洞，这边追加一个洞洞，那这个发型就会形成一个中间一片、旁边2片的状况。那这个在动漫当中称为 M 字形刘海，是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发型的设计方法，就是旁边2片，中间1片。OK 了之后，我们可以把旁边这一片稍微把这边再挖一个洞洞。那洞洞的挖法这边特别提一下。在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挖成一个三角形。那这个三角形必须得指向，就是它这个三角形中心需要指向我们头发的，就是起点的地方。所以这片头发它现在弯掉了，长像这样。那在这个弯曲的线条上面，我们加上三角形的时候，它也会变成这样子的三角形。需要特别记得，它不会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正的三角形，
它需要沿着这个弯曲变成一个弯曲状态的三角形。那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分片。这个分片就是像在拨头发一样。如果今天你不想要这一片，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子合起来。你今天希望它拨得开一点点的话，我们可以沿着头发流下来的方向去把它拨出一个比较大片的三角形。那我们就有个最简单的发型的区分。那后面的话一样的可以拨一点点。那这一拨头发有个小小的秘诀，就是我们刀锋不会把它拨的每一片都等间隔，我们会大略的把它分成小、大、小、大、小、大、小、大，有发现吗？老师在拨头发的时候，我都会尽可能让它是一片小一片大，一片小一片大，这样在绘制的时候会看起来比较协调，比较舒服一些些。如果全部等距离的话，会有点像是那种条码刘海嘛，就是刘海变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状况，会看起来比较不像是整理过的头发，会比较像是头发油油的，然后变成分叉的状态，看起来就比较没那么可爱咯。OK 了之后，我们头发草稿大概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先把它调淡，然后我会先把头发挡住的部分，我们可以先擦掉好了。OK 了之后呢，我们就来到头发的画法咯。在绘制的时候，头发有分两种，一种是这样子的，一种是这样子的。大家看到两种不同的差别嘛？头发在绘制的时候呢，上面这个是底部是平的状态，下面这个的话是全部都是尖的状态。那画法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这种东西，然后把下面剪掉，变成平的差别，这件事情可以先记起来。那在绘制的时候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单侧圆弧，单侧平，就是一侧比较圆，一侧比较平，看起来就会比较像是我们动漫常见的发型的感觉。如果两侧都是圆弧，看起来就会怪怪的。OK， 那如果在初学者时期的话，你可以比较极端的把它画成一条直线配一条弧线，久了习惯之后，你再来控制这条直线的弯度，那你会越来越上手。所以我们刚刚提过这一片，这样子拨下来之后呢，我们的下面接下来这一条呢，我们就用平的往上拉。那这个拉的位置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可以依照这个头发发片的大小去拉，而不是依照发旋的位置去拉，这点还蛮重要的。什么意思呢？头发是从这个地方长下来的，没有错。但我们的头发不会每一片都从发旋开始往下长，